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还是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犯太岁这个话题。那犯太岁呢，大家都知道，这马上就要进入了这个2025年啊，乙巳蛇年。蛇年这一年啊，有好几个属相是犯太岁的。犯太岁呢，有的这几个属相呢，你比如说属蛇的、属猪的啊、属虎的啊、属猴的啊，这个还有属龙的。那这几个属相，犯太岁，它有这个轻重缓急之分。那哪些轻重缓急呢？你比如说都犯，但是还不一样。对，不一样啊。有几个是犯的比较严重的，那有几个呢，它犯的不是说特别严重。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最严重的这个犯太岁的属相。最严重的什么是最严重的？值太岁。值太岁是什么属相？就是属蛇的，就是属蛇的。那为什么它本身这个今年是25年是蛇年，为什么属蛇的会犯太岁呢？恰恰是哪一年你的属相正好是这个属相，犯太岁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值太岁的本命年。话又说过来了，太岁当头坐，无喜鸿有祸。那本身这个犯太岁就不好，再加上它又是值太岁，所以说属蛇的25年也是犯太岁。那有的朋友问了，那只是人犯太岁吗？我告诉大家，动物同样也会犯太岁。动物也犯太岁，动物也会犯太岁，听说过吗？因为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这个观察。18年的时候，戊戌年那一年，这个网络上啊，突然那一年就出现了很多得狂犬病的，有的那个狗得了狂犬病毒啊，有的视频发到那个网上，还有很多这个人被这个疯狗咬了，感染上狂犬病毒的。大家都知道，狂犬病毒现在医疗条件是100%的死亡的，无非就是它的这个有的潜伏期可能会比较长一些。狂犬病毒是现在是个医学难题，几乎是治不了。人被这个狂犬病毒感染以后，它会什么呢？它会造成这个出现就是和疯狗一样，这个两眼直视，这个流口水，而且这个发出那种狗的这种狂叫声，身体痉挛，尤其是害怕水声和这个金属敲打的声音。他如果听到水声和比如说这个铜盆啊、锅碗瓢盆啊敲打声音，他会极度的恐惧。这也是狂犬病毒的一个这个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特征。但是呢，我们道家祝由术里边有一个方法可以解这个狂犬病毒。现在西医好像是解不了100%的死亡。想不想知道？想知道了，把我这个今天这个直播讲完，最后我给大家讲一讲，如果得了狂犬病，怎么样用祝由术的方法，把这个狂犬病能够治好。就是被狗咬了以后，我们可以用道家的方法，是我先提前打听一下啊，是每个人都能去实施的吗？您教的方法？我教这个方法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实施。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也是为了造福人类啊，造福这个众生。我今天把这个方法啊给大家讲出来。您这个方法一定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狂犬疫苗的病毒，那个疫苗我是知道的。虽然它确实可以去遏制这个狂犬病的发作呀。但是那个真的疼，不是一般的疼。很多人打针都怕疼，但是那个疼都还是这个狂犬疫苗感觉就是扎一下肌肤之苦，疼一下是吧？
但是狂犬疫苗那个针是真的疼，真的疼。对，因为我被狗咬过，我打过那个针。我要是提前知道注油术，我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啊！哎，狂犬疫苗这个该打还是要打，但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如果被疯狗咬了，得了这个狂犬病了，那西医治不了，那就是等死。对，那不妨可以用我说的这个注油术的方法，来给这个患者、病人来治疗，啊，这也是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公布出来，啊，这个让大家都能掌握，也许啊，通过您的手能帮到好多人。刚才道长您提到这个。值太岁本命年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人，它还会影响到动物。您这一说，我还真也想起来一件事情。这个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我是属龙的，其实我是今年值太岁啊。那么在我的上一个本命年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因为你要是其他的这种，现在我们都用公历了，所以说对农历记得其实并不是太清晰。但是我为什么记得清呢？就是在我上一个本命年啊，龙年嘛，龙年之后就是蛇年，对吧？在那个蛇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一家报社工作，因为我的本命年的刚刚结束的第二年是这个蛇年。蛇年。所以那个蛇年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呢，突然间发生了好多起关于蛇的新闻，你知道吧？这个蛇泛滥了，不是你想蛇咬人这种事儿。过去我们报道的更多的新闻是城市一发展，其实很多野生动物就没了嘛。你现在想，我们小时候能看见好多麻雀，现在你想见到麻雀也很难，对吧？但是那一年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连续接到了好多起，就说居民发现了蛇，倒也没有都伤人，但是都发现蛇了，我们就感觉很稀奇啊！你像一个这样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里面，平时很难见到野生动物的。而你现在一讲，我为什么我立马能想到是应该也是在蛇年呢？因为就是我去那个部门的第二年，因为我是本命年去的那个部门调动的工作，然后第二年我们遇到的新闻，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新闻策划，标题我都记得，我起的标题叫"蛇进城了"。现在今天你一说，我想起来，突然想起来了，这个，那您说像这个影响动物，像那。你既然是搞这个新闻的，我再给你提一个年份，2009年是牛年那一年。哎，我正想问这个。09年疯牛病那一年是突然就爆发了。对呀，尤其是在欧美国家，那疯牛病那多的都把这个牛都深坑掩埋或者是焚化。对。突然那一年，那死了好多牛，而且你发现了没有？19年的时候，19年猪年。突然那一年就猪瘟，是的啊，猪瘟特别多，包括咱们这里那猪好多，这个猪深埋，那有的那个养殖场这个猪啊，成车的倒在深坑里边。那一年我都那个好多那群里边就发这种视频，哎，我说这真奇怪了。是的。狗年有这个疯狗病，猪年有猪瘟，19年你看18年是疯狗病特别流行。那一年突然就多了很多被疯狗咬的人，19年的猪瘟也很多，这个养猪场突然就整个猪场可能就倒闭了。09年是牛年，牛年的欧美那些那个疯牛病就突然就是非常的厉害集中，这些年就没有听说过疯牛病，但是09年那个新闻那个我一直在关注这个12个生肖在12年里边，哎，它这个动物它也是，说明这个动物也是犯太岁的，不光是人犯太岁。其实这从一个角度也是告诉我们，碰到犯太岁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是很大、很广泛、很深远。对，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小事。所以说啊，你发现了吧？不是说你属蛇的蛇年就没有事儿了，恰恰是属蛇的到蛇年值太岁这个。反而是更加的厉害，所以说在这个几个犯太岁的这个属相里边，蛇是最严重的一个，
好，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很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属蛇朋友啊，在2025年，如何去破解啊这个犯太岁，尤其是属蛇的这个值太岁，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那欢迎呢也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这个一一解答。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啊，2025年这个犯太岁呢，它就意味着属蛇的这一年的整个的它的这个运势都是受到太岁星君的压制。那这种压制带来的表现是很强烈的啊，它的这一年运势会起伏不定。再一个呢，时常还会伴随着意外的一些伤灾啊，像尤其是这个值太岁属蛇的这个年份，那往往它会有这个事业、财运上面，而且还容易突然会遭遇到突如其来的这种波折，有些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啊。那个由于它是本命年的这个影响，所以说这个属蛇人的心态啊也会有这种负面情绪的这种波动啊，变得会更加的敏感啊、多疑啊，进一步加剧有可能会这个情感这种受到比较大的挫折呀，情绪低落呀，给他的这个精神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你看，刚才您讲到的很多犯太岁的这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些理解啊，像这个，但是其实在民间呢，就是那因为毕竟民间流传的很多说法，它是很表面的，就是很大众化一些的。但您看在民间，它就对本命年的说法会更多一些，对吧？而且民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法。对啊，一说到本命年了，说啊，明年是你的本命年。这个红腰带扎起来，对，这个啊，红内裤穿起来啊，弄一个红腰带，对，这个我刚才这个道长跟你讲了嘛，我今年因为是我的本命年嘛，对吧？这个所以去年的时候，那就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家人就说了啊，你要这个对吧？要穿红衣服，扎红腰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民间对于这个本命年，它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和基础，有一定的认知的。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个属蛇的人，或者说一到本命年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您刚才提到了，就值太岁啊、犯太岁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会出现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跟这种压力也有关系？他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哇，明年我本命年了，我是不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我是不是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东西？其实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就说这种心理的焦虑呀、压力呀，进而引起一种这种恶性的循环？啊，是的，也会有这么一种可能，但是呢，以我们这个易经啊，这个玄学的这种方面来讲，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因为它这个12个星。啊，在这个天上运转，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黄道日、这个黑道日呢？实际黄道日就是看这个木星运转啊，运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这个它运转的这个方位啊，正好是黄道，哎，这个对你的这个磁场啊，地球的磁场啊，人的磁场都会造成很好的影响，哎，你做什么都会顺。如果碰到黑道日呢，哎。你这个磁场可能相冲了啊，或者相对了啊，这就会造成这种各种不顺。那么这个犯太岁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那你这个12个星运转到一定程度，那你值太岁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受到这个星的这个乙巳蛇星的影响啊，会对这个你的这个身体呀、运势呀。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这个宇宙啊，就是这种多维空间组成的，也是量子力这种纠缠啊这种造成的。那么你的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些物体，都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那我们看见的这个光波啊，我们看见的这个水波纹啊，声音是声波啊。
这个无非就是这个波的这个长短非常的宽泛。那有的你是可见的，有的是你也可以摸得着，这个桌子它也是这种波的能量的堆积存在的，你是可以摸得着的。摸得着的，这种你能看得着，但是你手机无线电信号，你这个波你是摸不着的，也看不着，也闻不到，但是它也是一种能量的存在。那我们这个属蛇的也是一样，属蛇的这个乙巳，它也是这种能量波的这种存在，尤其是我们给它赋予了这种什么这样的名词凶星的名词吉星的名词呀。这样造成的，可能你觉得有点神秘，或者说你这个是迷信这一说，实际上它都是科学，并不迷信。那么，按道长您的说法，这个既然都是宇宙里边的能量，对，能量我们经常说有正能量，有负能量，对。那围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个运转的星体，你看太岁，它也是太岁星体，对呀，太岁星。那实际上在围绕着我们的星体里面，那它一定也是有福星，有凶星，对。对呀，那你凶星，你就刚才我讲嘛，就给它赋予这个神秘化了什么凶星这个神那个煞呀，这无非就是给它赋予了这样一个名词。那25年它有凶星、见风星指背煞、福银煞，所以说这个对人的影响是比较这个显著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量波的问题。这个能量波对你不好了，我们就给它赋名，这个是这个煞那个煞的，这个其实把这个凶星不管是见风星紫背星民间还说扫把星是吧？对，还有扫把星这个上门星好的福德星换成咱现在的网络用语，这就叫负能量对，这就是负能量。那它也有正能量，那这就是一个旋波的正旋波的形式来存在。正旋波、负旋波，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起来，太极图你知道吗？太极图里边也是有这么弯弯曲曲的，像 S 状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正旋波，这就是正旋波，阴阳的周转形成的，对吧？你看中国的老祖宗多智慧，几千年前他就把这个宇宙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都演变出来了。道家讲的什么呢？讲这个宇宙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分八卦。无极是什么？无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高等物理学讲的黑洞嘛，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混沌状态。对，混沌状态嘛。那无极生太极，太极咔一爆炸，就分了这个两仪、四象、八卦、64卦，无穷无尽的 n 次方。这就是宇宙。你几千年前老祖宗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其实我们道家也好，风水也好，命理也好，对吧？对。其实我的理解，其实都是对宇宙规律的不同维度的讲解而已。对。科学是科学的语言。对，科学道家有道家的语言，道家有道家的方式，无非就是你在几千年前你给他讲什么正弦波什么的，人家听不懂。是不是是什么声波呀、光波呀、波的能量量子力学呀，他能听懂吗？他说你是迷信。那1000年前你给他讲这些东西，他肯定说你迷信。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给大家用现在的这个近100年的科学史的发展从1892年达尔文确立了科学2个字，到现在今年是2024年，是132年的历史。132年的这个科学最初级的科学史和5000年的文明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啊！咱们现在这几十年受的科学的教育，你觉得这是科学？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讲什么太极两仪易经八卦，就认为它是迷信了。对，这是不科学的。那同样1000年前你给他讲什么正弦波、声波、量子力学，他觉得你神经病吧你肯定是你这是迷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科学的认识中国的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智慧，这种智慧是非常难得的。是的，也是我为咱们这个华人这个老祖宗啊感到骄傲。哎呀，好呀，我觉得这会儿可能直播间里边的这个网友们都开始有错觉了哈，这个道长开始给我们讲科学了，科学，但实际上易经就是科学，实际上是相通的，对，相通的，无非就是你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是吧？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有可能刚进入直播间的，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2025年乙巳蛇年啊，属蛇的人犯太岁如何的去化解。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我们再拉回来啊，刚才讲了有点扯到这个宇宙啊、能量啊这些东西了。那么继续还讲这个属蛇的这个，他在这一年他的会造成什么呢？婚姻不和、家庭不和啊，或者是遭遇到外遇、第三者插足。时有争吵，而且冷战，甚至是婚变，所以属蛇的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工作上也会错失这个晋升的机会，工作不稳定，吃力不讨好，而且常会有小人作祟。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这个支出会多于收入，那等于是入不敷出嘛。这个会出现亏损呐、投资被套牢啊、合作崩盘呐、收支不平衡这样的问题。那从这个裁员呐、这方面呢，也会这种受到一些阻碍机会受限呐、投资失败呀、债务爆发呀，同时同做一件事儿总觉得好像别人比你做得好身体上还会有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体质变差日夜颠倒。整天的可能你这个熬夜造成这种精力睡眠不足这个从而影响到你的这个事业上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你工作上的不顺，或者是你脾气不好，得罪了领导，批评下属，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遭遇小人遭受身体上的这些问题这个遭小人陷害打压。甚至严重的可能还会有牢狱之灾，这些问题大家一定都得要注意。那么心理方面呢，还容易造成什么情绪郁闷或者是负面情绪被琐碎的一些事儿这个缠绕，造成心情不佳，是不是？对，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你看本身值得本命年犯太岁。又是犯太岁的几种形式里边，算是最严重的一种吧，值太岁嘛，对吧？对。再加上呢，它这个周期又太长，整整1年的时间吧。对。这个时间应该是从明年的立春，对吧？从立春开始。对。所以说，每当遇到这种本命年因为我今年刚刚经过嘛，还没有结束呢，这个龙年还没有结束呢。所以感觉对这个事情确实是不能小视。对。所以说呢，这个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大家一定还是要这个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讲解这个属蛇的在2025年这个犯太岁如何去化解帮助您的趋吉避凶、趋利避害。那也欢迎大家呢，这个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如果有什么问题，加入我们的交流群，也可以这个有什么问题问我们，我会尽量的就是在这个给你做一一解答吧免费的一一解答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25年的属蛇的这一年的它的主要的这个运势吧。那在这个事业方面。呢，它整体呢就是属蛇的会表现为比较低迷，特别呢是在职场的环境当中受到上级这个或同事的不公的对待尤其是这个属蛇的好，那么在这个值太岁的这个年份里边容易工作压力会陡然增加职场环境会变得更加的这种激烈
那么属蛇的人需要我们比往年更加努力、更多的去这个工作才能够这个就是在这各个方面呢表现的会好一点。那因为受到了这种我们说负能量的影响嘛，也就是说你很可能比往年比别人你要付出的更多，你才能得到这个相等的这样的收获。对，那道长是不是也就是提示我们，在犯太岁、值太岁的这一年，在事业的发展上，其实最好还是采取一种我们说保守也好啊，或者叫稳妥谨慎也好啊，还是从战略上来说，应该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布局。对，对，是这样的。这个尽量的还是以保守这种稳妥这种规划吧，不要就是过于这个夸张冒进或者太过于张扬不要这样。那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凶星指背煞它会干扰这个属蛇人的这个人际关系，会遭遇到一些小人作祟同事之间的不和谐还会增加一些职场氛围这种更加紧张的这种氛围。所以说呢，有指背煞这个会遇到一些这方面职场上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一些职业发展停滞或者是这个退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属蛇的在25年这一年里边也是有机会的。那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这个智慧应对这个挑战从而实现某些方面呢突破所以在这一年保持低调这个避免参与不必要的这种竞争或者是这个职场上的竞争也好，你在外边尽量也不要与人发生争执，因为这些年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都不太好，这个人的戾气都比较重。是的一旦发生了争执，可能会都戾气很重，可能就容易这个动武这出现流血事件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其实这也是纠正了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看法。我觉得道长您说的，就虽然在这种环境不好、流年不利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也并不是主张大家就彻底躺平，那肯定只是说，甚至说你也不是一点点机会都没有。对，我们其实只是提醒大家，在这种时候你遇到机会的时候，你需要可能比以往的年份里面，你需要更多的谨慎，对，更多的低调，对，更多的这个准备充分，对吧？而不是我们绝不是鼓励大家躺平嘛。对还是该努力的一定要努力，但是去合理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尤其是在一些财运上面。财运上面呢，因为这个值太岁它这个能量也是很大的，因为受这个太岁星君的压制很大，整体表现呢，它这个会比较这个平淡，甚至有破财的这种风险。尤其是在这个凶星伏吟星的影响下，那它这个属蛇的就会在25年造成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而这个干扰或者他人的干扰，导致财务上的一些损失。那从事投资经商的这些朋友来讲，这一年呢务必要谨慎，以防就是这个决策失误而导致了这个盲目的投资而破财。但是这个破财，这个蛇年破财，一旦破财那就不是小数。一个是损失可能会很大，再一个我估计想翻身也会很困难。对，那就很难了。是，所以说这个值太岁的年份，这个属蛇的在生活中一定要把这个开支给它控制好这个像这种奢侈品尽量的就是还是要减少这方面的一些开销昨天我们还聊到一个借钱的问题对是，也不要往外借钱，高风险的投资也尽量的不要去。那属蛇人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白事就是比如说
有这个朋友家里的老人这个去世了这个年龄大了去世了，那作为朋友来讲呢，你得需要帮帮忙，尤其是属蛇的，尽量的这个不要去。就是不要去这种场合。对，尽量的不要去这种白事的场所。有这个，你可以这样，就是教大家个方法：礼到人不到，你可以礼给他送到，但是人这个你不过去也行这个或者是非得要去的话，怎么去避免？那你这个关系特别好。现在的独生子女也多可能就他一个兄弟一个，你又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不去了，他没有人手帮忙了，怎么办？对，那你就保护一下自己，怎么保护？穿红色的内衣，你穿红色的外衣肯定不合适，因为这种是白事儿，穿红色衣服肯定不合适。对，那你穿红色的内衣是可以的，比如说红色的裤头、红色的背心。或者是这个贴身的短袖，红色的袜子、秋衣、秋裤，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如果是属蛇的值太岁，如果有白事儿，非得要去，就按我说的这个方法穿上保护一下自己，这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去，如果要是离得又特别的远，关系也特别的不是说特别的近，你去不去无所谓的状态，那就尽量的不要去为好。你礼可以到，人可以不到这么来调整。再一个呢，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财运。那属蛇的人，这个也不是说在这一年这个就一点这个财运改善都没有可能，也不是的。那你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规划，这个优化资源的配置，减少损失。那比如说。你是就是有多余的闲钱，真是想搞一些理财，你搞一些这个稳健的这个理财产品避免参与高风险的投资。你像那股票，那是期货，这个风险太高了。对呀，你别说犯太岁了，您放平时这也是，平时也是高风险的。对，所以说这个尽量的去避免，尤其是犯太岁这个年份。你这个你弄这个高风险，它的本身就是高风险。你犯太岁这个你去搞这高风险，可以说是十有八九，那就是要破财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最好呢是这个可以寻求这个贵人的帮助通过合作这个团队的这种方式，在这一年增加你的这个运势财运。其实道长也是有办法帮我们开贵人运的对呀，是所以说呢，这个尽量的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我们还是要拜一拜太岁找我们这个道家的师傅给您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开运尽量的把这个犯太岁的年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有的严重的犯太岁的，那可能有血光伤灾一类的。病灾是有的严重的可能都挂了，破财都算是小事儿。说到破财，道长我就想起来了，这2天呢就有一位这个国外的一位朋友，这个也是跟我们聊起来这个事情，他是呢在美国，上学以后呢，毕业以后在当地工作，因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呢，过去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华人聚居比较多的一个地区，对。但是后来随着那个可能产业的变化呀，这个华人聚居的情况就不再存在了，就说华人可能就离开了去其他城市了。现在当地华人呢就比较少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以后呢，他跟我们聊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最近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吧，他总是遇到一些不太友好的一些对待。比如他跟我们提到他租住的那个房子，这个后门就曾经被人给撬开，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他也报警了，报警以后，但是也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财务也没有找回来。再加上呢，这个还没过多长时间呢，没过2月吧，他的那个有一次出去购物的时候，他的那个车的玻璃
又被人给砸开了，里边放的听他说那个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材料，哇，很惨，包括他的那个护照，就日常的一些证件都被偷走了。是的，所以后来我们也分析他这个情况，实际上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财产损失的问题了。你想，一般来说，你偷财物的话，你不会，你看我们这小偷都会说，你偷完钱包、身份证就扔了，对吧？他不可能把他的护照也顺手都偷走了，没有意义嘛，对吧？对，也不是什么贵重财产，也没有任何用处，对吧？所以说，应该说他其实是遭遇了一种很不友好的环境，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就你遇到事儿了嘛，对吧？所以说前2天这个朋友他也是在打听，可能他自己说了一下，他的生肖好像也是，要么是今年，要么是明年，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个这种和太岁相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看来这种就是太岁的影响，它不管你是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只要是受这种我们讲的宇宙能量所波及到的这种地方，它都会造成很深远的影响的。是这样的，他首先呢，他今年这个在甲辰年，他本身也是犯太岁的，再一个呢，就是美国我也经常去看风水也去过好多次。美国呢，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一些这个地区它治安确实不太好，比较差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高端这个社区。这个一些这个白人社区它这个治安就会非常的好，它这个根据社区这个来定的。再一个呢，就是和他这个命局，就是这个方位适不适合他在这儿长期居住，需要看他这个命局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禽择木而居，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非常的重要，那你如果住在和你犯冲的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你住的这个地方正好它治安本身就特别的差，又很排外，那就会很容易受到伤害。如果你住的这个地方正好它这个方位和你是相生的，这个风水，这个房子里边的这种风水格局。也是非常生你的，对你非常好的，那你住在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你的运势、财运、事业、婚姻、家庭各个方面都会一顺百顺的，这就是风水。那么我劝这个朋友还是这个选择就是这个合适的这个社区来居住，来适合你的声望你的这些社区来居住。那么如果你这个房子改不了或者是自己买的，也不是说想搬走就搬走，那我建议还是要调一调风水，把家里的风水调好了调顺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再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这个能够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用这种方法来调整也是行的。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三亮道人，直播是属蛇的，在2025年，犯太岁如何去化解这种危机。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比如说有其他属相的想问事业、财运感情、这个风水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看解答。感谢您的这种收看。好，我们继续再说说这个刚才又说了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朋友，讲讲还是拉回来是属蛇的这个感情方面吧。感情方面呢，那在属蛇的这方面，这个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呢，犯太岁值太岁这一年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还会有很多这个情绪比较波大的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一些小事与这个伴侣产生矛盾，特别是在凶星指背煞的这种干扰下他的这个与伴侣之间的这个信任感都可能会有所削弱，那从而呢导致冷战或者争吵这种频率增加。那对于单身的属蛇的人来讲，那这一年
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这个恋爱的一个机会啊。那属蛇人在这一年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桃花运，但这个桃花运一般都是烂桃花，得不了结果啊，难以发展成这种长期稳定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这个单身属蛇的人在这一年呢，要把精力多投到这种事业当中，或者是学习、自我提升的这个方面啊，来度过这一年。其实中国，你看刚才道长您也提到，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是很智慧的。老祖宗就说过一句话叫“秋收冬藏”，对吧？秋天我们如果遇到特别相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那就有收获嘛，对吧？但是遇到冬季不适合播种，万物不适合生长，那你就藏起来。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低调谨慎，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方针啊。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属蛇的在感情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在这一年的打好坚定的这个基础啊，然后给未来就是造一些这个更好的一些这个优势吧，啊，打好基础。这个而且要尽量的就是避免一些这种一时的冲动啊，伤害这种感情。同时呢，也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结识新的朋友，拓展这个人脉啊、人际圈啊，为未来的这个感情发展创造一定的这种可能性和机会。其实家庭关系嘛，很多是要靠沟通来解决的。对。但是我也跟一些朋友聊过这样的话题啊，他们也说，那我们在听一些道长啊或者老师在给我们指导的时候啊，总是建议我们说这个如果你的家庭遇到危机了，感情遇到危机了，那您要多沟通，对吧？这个有更多的耐心来对待自己的伴侣呀，对待自己的这个家庭成员呀。那大家也就还是很疑惑，就说那好。那如果说，那我要是仅仅靠这些就能把所有的解决，那可能，那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其实后来我也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其实他们更多的还是在想，那除了我主观上我自己的一些努力之外，那像这些很具体的问题，在我们道家有没有一些小的法门呀，或者什么一些方法呀？就像道长您刚才说的，我们在道家的注游书里面，连这个对于疯狗症这样的方法都去有过解决的方式。那对于如何和睦夫妻关系，这个让自己的这个家庭关系更加和睦，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和办法呢？可以。这个实际上道家呀，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是有些还是非常管用的，而且也是这个就是效果很明显的啊，尤其是一些像我们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啊，你像这犯太岁比较严重的啊，属蛇的、属猪的这几个这个属相，做一做在道观里边啊祈福，做化解太岁的法事，这一年它就会相对来说的就会非常的顺。有的容易出现大事的这种节点，可能就会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做这样的法事，然后佩戴一个这个太岁符，都是有所帮助的。外因和内因一起起作用。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不要觉得你看似是迷信，但是就是它也是一种能量波的这种存在，这个什么是能量波？能量波与这种这个数学模型画出来，它就是正弦波嘛，正弦波这个负弦波，你这个它只要有能量的存在，它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那风水磁场量子力，那都是一种波的能量存在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这是这个是迷信的什么的。当然了，这个说到这个还有一些，除了你像财运、事业这个
问题，还有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那在健康方面呢，属蛇的人呢也会受一些凶星这个干扰，尤其是警惕这个剑锋星和这个福银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这些星它预示着什么呢？意外伤害和健康问题会这个在这一年会凸显出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这个交通出行问题。交通出行问题，属蛇人特别要避免因这个疏忽导致一些事故。此外呢，本命年的人，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明年25年属蛇的人，属蛇人需要留意慢性病的这种复发，尤其是在消化道系统和免疫系统这方面的毛病。所以在这一年特别要注意日常作息这个饮食习惯建议属蛇的人呢进行定期的这个体检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呢，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就医这个增强体育锻炼这个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有效的这个有效的就是说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抵抗能力心理健康方面呢，那值太岁的人容易感到焦虑、压力所以说呢，可以通过这个冥想的方式道家冥想的方式瑜伽呀，如果会瑜伽的女士可以练练瑜伽这些缓解负面这方面的情绪，同时呢，可以给家人朋友倾诉也在感情上得到一些帮助。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对，来减轻负能量的影响。对，各种能量的加持。你和朋友这个诉苦或者今年这个今天和老公吵架了，和婆婆吵架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让对方的能量来给你加持一个作用把负能量给它排出去，正能量吸收过来，你心里就平衡了，平衡了那本来非得要给老公离婚，旁边人这个一劝一加持 ，OK 不离了，再继续过下去吧。可能做的就是正确的决定。对。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我们正在直播这个2025年乙巳蛇年的犯太岁的这个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财运、婚姻爱情身体健康方面或者风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可以欢迎你呢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有什么问题我会一一的给大家解答。那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如何去化解太岁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面对25年值太岁这一年呢，属蛇的人会带来很多的挑战。那么通过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犯太岁呢不利的这个影响呢，起到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的这种作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生肖这个属蛇的这个朋友呢，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提早的做好准备来化解太岁不要因为因小失大。那化解太岁呢，那个前面我都讲过，那什么是太岁？为什么要化解太岁所以说呢，你做了这个拜太岁这个法事那你就会非常的顺。说别等着这个事情发生了才后悔我没有听道长的话去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所以说呢还是可以通过道家做拜太岁这个法事来化解太岁尽量的我们要做到这个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化解太岁引发的一些这个口舌官司疾病车祸呀、破财、家庭破裂犯小人减少不好的这样事情的发生能够使这一年度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再一个呢，也可以通过佩戴太岁符请道士就是开过光的这个太岁符随身携带有助于平稳这气场，化解太岁带来的这些负能量。这个您也说过开过光的，我立马又想起来一个这个
朋友的事儿，也是啊，这个本命年的时候啊，把钱包摸出来给我看了一下，说：“哎，你看我这一个啥？”给我掏了一张卡片出来啊，做的倒也是很精致，很精致。这个我一看是一个专门也是化解太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卡片。啊，当时因为也是一圈这个道门的朋友在一块聊天嘛，啊，当时就有人问他说：“哎，那您这个是在哪求的呀？”我这个是在某宝9.9块包邮的。当时大家就哈哈大笑嘛，说这个兄弟，看来您对这一行或者对这个方面的知识了解的还不是太深。您虽然已经知道了犯太岁要想办法去化解，但是您可能对这个化解的方法呀，还是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这种了解。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在哪去自己买一个啊，做成这个样子，它就能给你起到这种作用的。对对，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种误解啊。这你看，每年还有快到那个高考啊、中考之前呢，也会有朋友也会问我说：“哎呀，你看我在哪？在某宝上还是在哪？是不是买一个这个孩子助学运嘛，对吧？啊，请一个文昌塔什么的东西是吧？”但是他可能其实我也都劝他说，这个不是说你在哪去找到一个。他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他不是那么回事，是吧，道长？对，是你说的没错。这个道家的这个法事和包括这个画符，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它绝不可能就是啊9.9块放在这个淘宝上去让人买的，那些都是一些印刷品，这个可以说是我觉得作用不大，最起码作用不大的。我们道家这个画这个符，画完是有很多这个秘法的，啊，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传授的。这个画完以后，我们要开光加持，要请神。啊，什么叫开光？开光就是请神，这个道家的这个开光的方法，给他加持的一个秘法。那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没有灵魂是什么呢？就行尸走肉。那一尊神像，你没有开光加持请神，它就是一个艺术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道家的神像是要开光的，是要请神的，要把这个神仙请下来安坐在这个神像上，这才是真正的开光。啊，下一次我有机会了啊，我再画符啊，如何画符开光啊，加持啊，到时候呢，咱啊可以拍摄一下啊，让大家这个看一看，见识见识。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就是调整的这个方法，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拜太岁的法事啊，就道长在道观里边给你做专场的拜太岁的法事啊，这个佩戴太岁符啊，还有调整风水布局。那根据这个家中的这种风水布局啊，来怎么去调整啊？比如说摆放一些这个风水的这种摆件物件，来起到化解的这种作用啊，调理整体的调理这种运势的一个作用。说到风水布局啊，其实这个方位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那这个乙巳蛇年，它是不是对这个太岁星君的方位方向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呢？对，乙巳蛇年它的这个方位是在东南方，所以犯太岁的属相尽量的不要往东南方出远门，啊，你出远门容易出现这种各种不利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包括这些身体健康和这种交通安全上面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避免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每个人他这个情况不同啊，这个道士呢也会呢，就是根据具体的生肖啊，这些朋友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风水布局啊，给量身给他定做啊，这个他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和我们联系啊，我会一一的做一解答。那总之呢，在2025年这个属蛇的，在这一年本命年啊，值太岁它会带来很多这方面那方面的影响啊，充满了这种波动。那事业、财运、健康啊、感情都会面临一些这个挑战。那所以说这一年呢，蕴含着这个成长和突破的机会。那只要属蛇的能够提前做好规划，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化解太岁的不利影响，就会有机会在这一年啊化险为夷啊，欢迎这个来迎接这种新的转机吧。那也确实是这样。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不管外部环境多么的恶劣，我们也并不是主张大家躺平的，对，而是要合理的采取一些措施和办法，对，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就道长您经常挂在口边说的，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有一个事儿我替大家记住了啊，这个不论在中国国内还是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大家都很喜欢养狗。在国外还有很多这个，因为它这个可能我估计是道长您去过的地方非常多，它可能是关于养犬的限制的政策也不一样。我看在国外还有很多特别喜欢养一些大型犬，特别凶猛的一些犬类，对吧？对。这样的话，那狗咬人，它其实是一个很经常发生的事情啊。对。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这个道长您说要把这个祝由术里面关于被狗咬了不幸染上了这个疯狗病之后怎么有一个道家的处理方式？您别忘了给大家再讲讲。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在关键时刻他很管用啊。对说到这个，咱们不仅是人犯太岁，这个动物也犯太岁。那我刚才又想起来了，2017年是鸡年，2017年呢，很多新闻上说这儿鸡瘟那儿鸡瘟，整个这个有的整个养鸡场可能就倒闭了。2017年是鸡年的时候，鸡犯太岁，很多鸡就容易得鸡瘟。那一年，反正我印象里边，因为我每年都在做记录哪一年它这个哪年犯太岁，这动物会出现什么问题？不是说你是鸡年就没有问题了，恰恰是鸡年这个鸡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属狗的容易。这个狗年很多狗得这个狂犬病，属猪的得猪瘟，18年是狗年，那狗年得狂犬病的特别的多。19年那猪年是猪瘟的那一年，很多猪场倒闭的就在那一年。09年是牛年，那牛欧美得疯牛病的特别的多，这就说明了就是。它不是说值太岁它就没问题，恰恰是问题最大的那一年。那刚才我也答应了，最后直播快结束了这个我也答应这个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如果就是得了这个狂犬病被疯狗咬了，怎么用祝由术的方法来治疗。我也不想让这个东西失传，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公布出来。得这个狂犬病怎么去治疗？这个实际上真是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这个真的是一个祝由术里边为数不多人知道的，这是一个秘传这是一个秘传，一般真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法。今天既然我答应公布出来，我就给说出来了。这是一个秘法，这个救更多的人也是功德，也是功德吧。这个有缘能听到咱这个节目的，也是他的福分。如果被疯狗咬了，染上这个疯狗病了，在哪儿？在农村的十字路口，有土的地方，农村的十字路口，这个找这个西北角，十字路口吧。西北角这个土弄这个一碗土要给磨细，磨成粉末，
把那些杂质给去除出来，啊，用那个就是螺，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那个面生成了以后，它过滤的更加的细，过滤的细一点，细一点，然后呢加上水以后揉成这个小泥袋儿，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像这个乒乓球这么大的也行，啊，像这个中药药丸啊，葡萄那么大，葡萄那么大的吧，啊，葡萄这么大的也可以，啊，这个泥丸，然后在身上滚，从头到下这样滚，加上我们的咒语，滚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掰开泥袋。如果是白狗，泥袋里边会有一根白色的狗毛；如果是黑狗，掰开以后，泥袋里边有黑色的狗毛。从头到脚，多弄一些狗，多弄一些泥袋，然后从头到脚给它滚下来。并不是咬伤的地方，而是从头到脚全身。对。搁着衣服吗？还是搁着衣服都行，也不需要脱光，尤其是咬伤那个地方，多滚一滚，加上我们的咒语，就能治好。这个秘方今天我给大家公布出来，这个咒语我会放在我们的交流群里边，啊，让这个各位朋友加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啊，我把这个咒语。这个大家也能学会，都能学会，放在那，大家就能学会这个啊。这个在滚的时候要念着咒语，滚这个泥袋才会起作用。不念咒语没用，有道家的能量，你知道吧？太神奇了，道家能量。这个咒语呢，这个一般真的不愿意说的。咒语我放在咱们那个交流群里边吧，有缘的朋友可以有机会，我们的粉丝、我们的朋友也可以试着，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也能救更多的人嘛。对。啊，道长这也是立功德了。对，我还有很多这个秘方，包括这个烫伤的，不留任何伤疤的，还有癫痫病，癫痫病就是羊角风。对。啊，有的地方叫羊羔风，有的地方叫癫痫，就是。这个医学名词叫癫痫，啊，实际上它是脑电波混乱，啊，造成的这个口吐白沫、身体痉挛呐、咬舌头啊，啊，这个也是医学上极其难治愈的一种病，但是用我们道家的方法，这都不是个事儿。好吧，这个有机会，这个道长有机会我再多给大家分享这些，给大家分享。对。所以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有什么问题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啊。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的。好，各位朋友，我是三良道人，福生无量天尊。